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前情回顾，在一次海啸袭击中，白瑞意外穿越了时空，来到了前一天。为了不让灾难发生，白瑞提前抓住了罪犯，但也因此遭到了时间的报应。斯纳特知道了闪电侠的真实身份，而另一个时间线的希斯科也被逆闪电杀死。为了对抗逆闪电，白瑞只能让艾迪入伙。有了闪电侠的加入，乔和艾迪的办案效率极快，罪犯一眨眼就被送上了警车。一名可以操控蜜蜂的神秘人，他有预谋地杀死了一名女教授，致死量的毒素让死者面目全非。自从知道威尔斯的身份以后，白瑞就不太愿意回到实验室。可这件事儿仅凭他们3个根本无法解决。菲利西蒂再次来到实验室，他还带来了一个朋友雷，全身自带超人梗的原子侠降落在了实验室。他们的目的很简单，想让白瑞的朋友一起帮忙完善一下战甲。奥利弗的朋友就是他们的朋友。大家准备开搞的时候，白瑞表示不乐意了。外面还有一个拿蜜蜂杀人的罪犯呢，不应该先解决他吗？感觉白瑞有点不对劲儿。菲利西蒂和他 talk 了一会儿，这才知道关于威尔斯的秘密。正当希斯科和雷研究战甲的时候，雷的一句夸赞让希斯科突然回忆起了上一个时间线的事情。威尔斯杀死他的场景历历在目，刚缓过神来，杀人风又犯案了。白瑞赶到现场后，又是一名教授被蛰成了麻瓜。死者的体内出现了大量的蜜蜂，围攻了白瑞。白瑞按照希斯科的指示逃跑，却来到了一条死路。白瑞被活活蛰得休克，依靠战衣上的电击器才恢复了心跳。希斯科的这次失误险些让白瑞丧命，他因为看到了威尔斯杀死自己导致分神，这恰好让白瑞更不信任实验室了。希斯科找到了乔单独 talk， 他感觉白瑞哪里不对劲儿，乔也只能是委婉地告诉他白瑞是在担心逆闪电。可就是这句话让希斯科再次看到了上一个时间线。实验室突然遭到了蜜蜂的袭击，威尔斯正要站起来的时候，白瑞抓住了一只。他们发现这蜜蜂完全就是由机械制造的，结合前2个死者都来自于水星实验室。威尔斯想到了一个老朋友蒂娜，一听说是机械蜂，蒂娜就知道凶手是拉万，出自他们实验室的顶级机器人专家。自从拉万把蜜蜂武器化之后，蒂娜就开除了他。显然蒂娜也在拉万的刺杀名单上，可他不接受星辰实验室的帮助。没多久，菲利西蒂就利用手中的机械蜂找到了蜂群的定位。蜂群已经赶到了水星实验室，蒂娜已经被彻底包围，想要打败拉万就必须找到他真身的位置，光靠白瑞根本不行。而雷的战甲机械蜂遮不穿，他们分头行动，雷负责吸引蜂群，白瑞负责找到拉万，而菲利西蒂负责黑入拉万的系统。白瑞找到了拉万，却也找到了蜂巢，大量的蜜蜂扑面而来。菲利西蒂及时掌控了蜂群的控制权，2个键盘侠展开了蜜蜂抚养权的世纪大战。另一边的雷还在用肉体吸引着蜜蜂，他一头扎进水里让蜂群短路，自己则在瘫痪之前安全着陆。2个键盘侠还在激情敲打着键盘，交战之中甚至把电脑都敲冒烟了。最终菲利西蒂大获全胜，心疼拉万1秒钟啊！正当大家庆祝的时候，一只落单的蜜蜂飞向了雷，希斯科怒挡一针，导致自己进入了休克状态。白瑞赶忙跑了过来，搓了搓手电醒了希斯科。希斯科在危险时挺身而出，白瑞认为他不会和威尔斯同流合污。蒂娜博士特意来感谢白瑞和实验室的帮助，顺便白瑞就问了问他关于威尔斯的事情。自从15年前威尔斯失去了妻子之后，蒂娜感觉他就变了一个人。在那之前他们本来关系非常要好，考虑了一下，乔和白瑞拉希斯科和凯瑟琳入了伙，凯瑟琳还有点质疑，希斯科却直接断定博士就是逆闪电，因为他看到的场景过于真实。现在除了凯瑟琳，所有人都对威尔斯充满了敌意。今天出现了一个新的变种人，只要有接触，他就可以变成任何人，当着白瑞的面说消失就消失。白瑞留在实验室继续调查变种人，希斯科和乔已经偷偷来到了星城调查威尔斯。15年前过去了，事发现场空无一物，希斯科却探测到了超光速粒子的存在。一路挖下去，他们找到了威尔斯的尸体。另一边，凯瑟琳为了确保白瑞他们没有冤枉威尔斯，偷偷来到了博士家里，刚想进门就被白瑞拉了出去。白瑞费尽口舌才让凯瑟琳同意保守秘密。经过调查，他们推测易容人叫做汉尼拔。当晚，白瑞就和艾迪找到了汉尼拔的家里，却没想到汉尼拔伪装成了自己的奶奶。为了不暴露身份，白瑞不能使用神速力。就在艾迪马上要追杀汉尼拔的时候，汉尼拔伪装成了艾迪，并且枪杀了2名警察。行车记录仪记录下了一切，艾迪被地方检察官看守了起来。现在只有找到汉尼拔本人，才能还艾迪一个清白。急躁的白瑞刚回家就有人敲门，一看是艾迪，白瑞还在纳闷他是怎么出来的呢，转头就被汉尼拔打昏过去了。汉尼拔复制了白瑞的容貌，恰好凯瑟琳有了新研究，2个人一起回到了实验室。
不老实的汉尼拔一口亲了上去，直到博士赶来后，一眼看出了破绽，Barry根本就不是左撇子。就这样，汉尼拔被博士抓了个正着。可惜艾瑞斯在场，他们没办法把他关进超能监狱，只能送去警局。有艾瑞斯的地方就有灾难，汉尼拔伪装成小孩逃离了他们的控制，Barry这才被凯瑟琳找到，一嘴巴子唤醒了他。为了防止汉尼拔再次易容，凯瑟琳发明了抑制他变形的药水。Barry 在机场拦住了汉尼拔，他开始变换各种 Barry 亲近的人，想让 Barry 手软。只可惜 Barry 不吃这套啊！汉尼拔甚至变成了闪电侠，真假美电侠激情斗殴，但是超能力他无法复制，最终被 Barry 一针扎进体内，控制不当，提前昏厥。机场的监控被秘密交给了地方检察官，艾迪才被无罪释放。被关进超能监狱的汉尼拔还在玩着72变，只是他的真容让人背后发凉。博士对他的能力颇感兴趣，乔和希斯科带着威尔斯的尸体回到了警局 ，DNA 与威尔斯完全一样，他们可以100%断定现在的博士只是徒有其表罢了。现在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边。希斯科仔细检查了一遍实验室的建筑模型，发现有一间小屋子从未出现过，他们这才找到威尔斯的密室。看着眼前逆闪电的皮衣，还有人工智能的吉迪恩，上面一直放着未来的报纸2024年与闪电侠的交战，闪电侠消失于光芒之中，而报道这篇新闻的就是西方记者艾瑞斯，只是艾瑞斯的署名变成了艾瑞斯·艾伦。他未来最终嫁给了 Barry， 吉迪恩对 Barry 有问必答，他说出了威尔斯真实的目的是杀死 Barry， 而吉迪恩正是未来的 Barry 研发出的 AI， 所以他会为 Barry 保密。博士回到密室询问情况，吉迪恩也确实隐瞒了一切。为了商讨计划， Barry 把之前穿越的事情告诉了他们。他怀疑希斯科的梦境其实是真实发生的，不多逼逼，希斯科立马设计了一部眼镜，可以让他清醒地进入梦中。在梦里，希斯科看到了一切，先是自己发现了逆闪电，又是得知了逆闪电的名字斯旺，紧接着就被一手刀给掏死了。希斯科吓得血压一下就上去了。正在大家极度紧张的时候，博士打来一通电话，一座大厦发生了火灾，Barry 没有办法救出所有人，博士就开始引导他旋转手臂，吸走所有氧气。经历了他们这么多诡异的行动，博士也起了疑心了。所有人准备将计就计，重现希斯克的梦境来引出斯旺，并且设计了一套可以阻挡急速者的屏障，其他人则埋伏在附近。事情回到1年前Barry昏迷的时候，乔和艾瑞斯轮番照看他，就在不经意间，Barry指尖划过一丝闪电，让他记忆深刻。时间回到现在，博士一听说希斯科在调查踪迹，叹了一口气，就准备下去。场景和当时一模一样，唯一的不同就是博士穿过了屏障，眼看着希斯科有危险，乔3枪就准备带走他，Barry只抓住了2颗子弹就被屏障弹开。只可惜啊，他们杀死的是汉尼拔，真正的斯旺早就知道了他们的小伎俩，双方撕破了脸。其实斯旺早就暗中监视了所有人，他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被他偷窥着。斯旺直接绑架了艾迪，Barry 差一点就及时赶到。临别前 ，Barry 指尖划过一丝闪电，这让艾瑞斯突然识破了 Barry 的身份。艾迪是斯旺的祖先，所以斯旺不能让他出任何事儿，因为他来自下一个世纪。我是瓜皮儿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期大结局分晓。